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对要不要生孩子这个问题时，陷入了深深的犹豫。曾经被视为人生必经阶段的婚育，如今却成了让人望而却步的选择。全球多个国家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推迟生育，甚至干脆不生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剖析当代年轻人不愿生育的15大原因。1、经济压力。如果把生活比作一台电脑，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就像是在运行一个超大型程序生存。这个程序占用了几乎所有的系统资源，导致内存不足，根本无法再打开生育这个应用。高昂的房价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压在年轻人的肩上。在许多大城市，即使工作多年，也可能仅够支付首付。房贷成为了许多家庭几十年的负担，每月的还款额常常占据工资的大部分。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也让年轻人感到力不从心。从日常饮食到交通出行，从医疗保健到休闲娱乐，每一项开支都在悄然上涨。而工资的增长往往跟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导致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不稳定的就业环境更是雪上加霜。全球经济的波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工智能的发展，都让就业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许多年轻人担心自己可能随时失业，因此不得不不断提升自己，同时积累更多的储蓄以应对可能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系统突然弹出是否安装孩子应用的提示，大多数年轻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暂不安装，因为他们深知抚养孩子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而自己的系统资源已经几近枯竭。2、工作压力。现代职场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跑步机，年轻人必须不断加速，否则就会被无情地甩出去。长时间工作、高强度竞争已经成为常态，许多人甚至习惯了随时待命，回复工作消息。某些工作制度在一些行业已经不是新鲜事，有些公司甚至实行更加严苛的工作制，员工几乎没有私人时间。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不仅影响身心健康，也让人没有精力去考虑组建家庭。职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技术更新速度加快，知识的半衰期不断缩短，逼得员工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以保持竞争力。同时，全球化趋势让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白热化，年轻人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优秀人才的压力。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年轻人连照顾自己的时间都不够，更别说照顾孩子了。他们常常想象，如果有了孩子，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早起准备孩子的日用品，匆忙送孩子上学，然后赶往公司。晚上加班到很晚，回家时孩子可能已经睡了。周末本该陪伴家人，却因为突如其来的工作安排而不得不食言。这样的生活图景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3、教育焦虑。在许多国家，教育竞争已经变得异常激烈。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就要参加各种特长班，钢琴、舞蹈、外语、编程，仿佛不学这些，孩子就会在起跑线上输给别人。这种竞争不仅给孩子带来巨大压力，也让家长们疲于奔命。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加剧了这种焦虑。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学校，导致学区房价格飙升，成为许多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家长们不惜花重金购买学区房，或者通过各种关系为孩子争取名额。补习班和课外辅导班成为了教育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家长们担心孩子跟不上进度，纷纷为孩子报名各种辅导班。有些孩子的课外学习时间甚至超过了在校时间，童年的欢乐被繁重的学习任务所取代。国际化教育的趋势也给家庭带来了新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接受双语教育，
甚至考虑送孩子出国留学。这不仅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还要求家长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面对这样的教育环境，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他们觉得，与其让孩子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不如干脆不生。他们担心自己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好的教育资源，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为孩子争取到优势。这种无力感和对未来的担忧，成为了阻碍生育的重要因素。4. 社会价值观。传统观念中，养儿防老是很多人生孩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现代社会，这个观念正在被删除。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深刻转变。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得老年人不必完全依赖子女。这种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女的赡养压力，但同时也弱化了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年轻人可能会认为，既然社会有养老保障，那么生育的必要性就降低了。现代生活节奏快，子女工作繁忙，即使想尽孝道也力不从心。地理上的分离使得日常照顾变得困难。即便是住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压力和时间限制也让许多年轻人难以为父母提供充分的照顾。医疗技术的进步延长了人类寿命，但也意味着更长的养老时间和更高的养老成本。慢性病的治疗、长期护理的需求都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年轻人担心，如果自己也生育子女，未来可能要同时面对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的双重压力。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也影响了人们对生育的态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生育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社会义务。他们更注重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而不是延续家族血脉或履行社会责任。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服务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5. 个人发展。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生孩子就像是给自己的人生按下了暂停键。这种担忧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人发展和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刚刚步入职场，正是事业上升期，突然要为了照顾孩子放弃工作机会，这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担心育儿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错过重要的晋升机会。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稍有停滞就可能被他人超越。不仅是工作，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生活也可能受到影响。好不容易存了点钱准备去旅游，结果全部用来买奶粉尿布。原本计划进修提升自己，现在只能在育儿群里讨论如何让孩子睡整觉。周末本想和朋友聚会，却因为没有人照看孩子而不得不取消计划。对于那些有追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还有很多未完成的梦想。也许是想要创业，也许是想要在某个领域深造，也许是想要环游世界。但一旦有了孩子，这些计划可能就要无限期推迟，甚至彻底放弃。生活的重心从我变成了孩子，这种转变让许多年轻人感到恐惧。他们担心失去自我，失去追求梦想的机会。在一个强调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时代，这种担忧尤为强烈。6. 婚恋观念。现代社会中，婚恋观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这种趋势反映了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转变。单身生活不再被视为一种缺憾，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许多年轻人享受单身带来的自由和独立，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兴趣，不需要为另一半或家庭做出妥协。工作繁忙和生活压力让很多年轻人无暇恋爱。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
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难以兼顾感情生活。即使有交往的对象，也可能因为工作原因而聚少离多，难以维系长期关系。对理想伴侣的期望值提高，也让一些年轻人难以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他们希望另一半在经济条件、学历背景、性格爱好等方面都能与自己匹配，这无形中提高了择偶的难度。离婚率的上升也让一些年轻人对婚姻产生了怀疑，他们担心自己也会步入婚姻的失败，因此更加谨慎，不愿轻易踏入婚姻的殿堂。即使对于那些已经结婚的人来说，生育也不再被视为必然。双职工无孩子家庭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夫妻认为，没有孩子，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事业和个人生活中，享受二人世界。7. 女性意识觉醒。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地位和权利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种进步虽然值得庆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生育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现代女性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而是追求自我实现和事业发展。她们希望在职场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许多女性来说，事业的成功带来的成就感和经济独立，比传统的家庭角色更有吸引力。然而，生育对女性的影响往往比男性更大。怀孕、生产、哺乳、育儿这一系列过程对女性的身体和事业都会造成巨大影响。许多女性担心，一旦生育，就会在职场上落后于男性同事。怀孕期间，女性可能需要减少工作量或请长期病假，这可能影响她们的工作表现和晋升机会。分娩后的产假更是一段职业发展的空白期，许多女性担心在这期间会与快速发展的行业脱节。返回工作岗位后，女性还要面临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频繁请假照顾孩子可能影响工作效率，加班或出差的机会也可能因为家庭责任而减少。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不仅是事业，生育对女性身体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怀孕期间的各种不适、分娩的痛苦和风险、产后的恢复期、哺乳期的种种限制，以及产后身材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女性的健康、外貌和自信心。这些身体上的代价让一些女性望而却步。8. 生活质量。现代年轻人更注重生活质量，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温饱，而是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这种对高精化质生活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与养育子女的责任产生了冲突。年轻人希望工作之余能够享受生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可能更愿意将钱花在探索世界上，而不是孩子的奶粉和尿布上。他们喜欢尝试各种美食，探索城市里的新店，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如音乐会、展览等。这些活动能丰富生活，提升品味，但带着哭闹的孩子显然无法享受。健身、瑜伽、保持良好的身材也是许多年轻人的追求。他们还喜欢追求时尚，购买喜欢的衣服和配饰。然而，一旦有了孩子，这些就会变得奢侈。时间和金钱都会被孩子占用，生活质量可能会大幅下降。年轻父母可能要面对睡眠不足，无法自由安排时间，减少社交活动，放弃一些高消费的爱好，居住环境可能变得凌乱等问题。所以，一些年轻人宁可保持现有的高质量生活方式，也不愿为了孩子而牺牲。他们认为，保持高质量的生活，不仅能让自己更快乐，也能在工作中保持更好的状态。9.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经济形势、就业环境、社会制度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这种不确定性让许多年轻人对生育持谨慎态度。年轻人担心经济危机可能导致失业，社会变革可能改变生活方式。今天看似稳定的工作，
可能在未来被人工智能取代。环境问题可能影响下一代的生存质量。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年轻人担心下一代可能面临更恶劣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战等都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许多年轻人觉得自己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未来，更不敢轻易将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担心无法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可能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担心孩子在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害怕自己的选择可能让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忧，成为了许多年轻人推迟生育或选择不生育的重要原因。10. 育儿成本。在许多国家，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可能需要花费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这个数字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育儿成本已经成为了阻碍生育的一大障碍。具体来看，育儿的开支包括怀孕期间的医疗费用、新生儿用品、日常消耗品如奶粉、尿布、医疗保健费用、教育费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费、书本费、补习班费用等，兴趣培养如音乐班、舞蹈班、体育训练等各种特长班的费用，以及随着孩子成长增加的生活开支。这些开支不仅数额巨大，而且是一个长期的经济负担。从怀孕开始到孩子经济独立，可能需要20几年的持续投入。面对如此高昂的育儿成本，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他们可能会想，这笔钱如果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可以过上怎样舒适的日子？如果将这些钱投资或储蓄，是否能为自己的未来提供更好的保障？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生育是否会导致生活质量的大幅下降？如果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是否对孩子不公平？因此，他们宁可把这些钱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或者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在他们看来，不生育可能是一种更负责任的选择。11. 宠物的替代效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养宠物而不是生孩子。在他们看来，宠物可以带来情感慰藉，却不需要像孩子那样付出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这种宠物替代效应反映了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需求，以及他们在平衡情感需求和生活压力时所做的选择。相比孩子，宠物的优势似乎很明显：经济成本较低，时间投入更灵活，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安排，能满足情感需求，责任相对较轻，寿命较短，意味着不需要终身的责任承诺。年轻人常常说，我的狗或猫就是我的孩子，这句话背后反映的是对情感寄托的需求，对自由的珍视，以及对责任的权衡。相比抚养孩子的巨大责任，照顾宠物显得更加轻松可控。然而，这种替代也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人际关系的梳理。一些人可能更容易与宠物建立亲密关系，而非人类；责任意识的淡化，选择宠物而非孩子，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逃避更大的社会责任。生育率下降，宠物替代效应可能进一步加剧了低生育率的问题。12. 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这种现象在许多社会中都存在，反映了社会流动性的降低。这不仅影响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生育意愿。阶层固化让许多年轻人感到，即使自己拼尽全力，也难以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活，因此选择不生育。阶层固化的表现包括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富裕家庭，就业机会的固化，高端岗位往往需要内推，而人脉资源往往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财富积累的代际效应，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富二代和穷二代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面对这样的现实，许多来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感到无力和绝望。他们会想，我自己都难以突破阶层的限制，如果生了孩子，岂不是要让他也面临这种困境？即使我拼尽全力，
也无法给孩子提供与富裕家庭孩子同等的机会，这对孩子公平吗？在这种固化的社会中，生育是否只会复制和延续不平等？这种对社会不公平的认知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成为了许多年轻人选择不生育的重要原因。他们宁可选择不带新生命到这个他们认为不公平的世界，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13. 利己主义。随着教育普及和社会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这本是好事，但极端化的个人主义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生育问题上。利己主义的盛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责任之上，这直接影响了生育意愿。利己主义在生育问题上的表现包括自我中心，把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难以做出牺牲或妥协；短期利益导向，更关注眼前利益而非长远规划；责任意识淡化，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降低；享乐主义倾向，追求及时满足，不愿为未来投资；个人成就感的定义改变，不再将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成就。在这种心态下，生育被视为一种牺牲或负担，而非人生的重要部分。年轻人可能会想，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机会去照顾一个孩子？没有孩子，我可以把更多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生育是一种社会责任，但我更应该对自己负责。这种利己主义思想的盛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人口结构失衡。14. AA 制。AA 制原本是一种体现平等和独立的做法，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交场合，甚至延伸到亲密关系中。然而，当这种精打细算的心态过度渗透到婚姻和家庭生活中时，可能会对生育决策产生负面影响。AA 制文化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包括感情交易化，将亲密关系量化为具体付出，缺乏共同体意识，难以形成同甘共苦的家庭观念，责任划分明确，家务劳动、育儿责任等都要明确分工。这种文化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包括降低生育意愿，如果连晚餐都要 AA， 养育孩子的巨大开支更让人望而却步，增加生育的心理负担。生育被视为一项需要精确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投资，影响家庭稳定性。过度计较可能导致感情淡化。年轻人面对这种文化时会产生诸如：如果我们连生活开支都要精确计算，那么养育孩子的巨大开支该如何分担？如果我因为生育而暂时无法工作，我的配偶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经济责任等疑问。这种精细到极致的平等，虽然看似公平，但可能会影响感情的深度和亲密度。在这种氛围下，生儿育女这种需要夫妻共同付出、共同承担责任的大事，自然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15. 高离婚率。高离婚率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婚姻的不确定性让年轻人在考虑生育时更加谨慎，甚至望而却步。高离婚率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让人对婚姻失去信心。年轻人目睹身边的婚姻失败案例，对长期关系产生怀疑，担心投入感情和精力后最终分道扬镳。其次，单亲家庭的困境让人望而却步。离异后的抚养问题成为一大顾虑，许多人担心自己无法独自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经济顾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离婚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尤其是有孩子的情况下。分割财产、支付抚养费等问题让人心生畏惧。此外，对子女的担忧也不容忽视。许多人担心离婚会对子女造成心理伤害，不想让孩子经历父母分离的痛苦。年轻人面对高离婚率时的心理状态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恐惧。我们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如果离婚了，孩子该怎么办？看到那么多离婚案例，我还敢轻易组建家庭吗？如果我们离婚，我能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吗？
高离婚率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它改变了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姻不再被视为终身承诺，更多人选择同居或不婚，这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同时，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的增多也对社会福利和教育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此外，婚前协议和财产公证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反映了人们对婚姻的谨慎态度以及对个人财产保护的重视。然而，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和生育的决定。婚前财产公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可能导致信任危机。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了对婚姻的不确定性，可能在伴侣之间埋下不信任的种子。其次，它可能加剧阶层壁垒。有钱的一方会更加谨慎，这可能让经济条件较差的一方感到自卑或不安。在生育方面，婚前财产公证也产生了一些顾虑。在这种氛围下，生育可能被视为一种风险而非喜悦。有些人担心孩子会成为日后财产纠纷的焦点。此外，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感情商品化，将婚姻关系过度理性化和法律化，可能减少婚姻中的浪漫和情感因素。年轻人面对婚前财产公证时的心理状态往往充满矛盾。如果连婚姻都需要这样的保护，我们还有必要组建家庭吗？签订婚前协议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感情不够深厚？如果有了孩子，财产分配会变得更复杂吗？婚前财产公证的社会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它改变了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姻被视为一种需要法律保护的风险投资。同时，它也使得生育决策变得更加复杂，生育被视为一种需要慎重考虑的长期投资。这可能会增加生育决策的经济考量因素。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婚前财产公证并非完全负面，它可以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为婚姻提供一个更加透明和公平的基础。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法律保护和感情投入，如何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培养共同的家庭责任感。这15个影响生育决策的因素，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年轻人面临的多重挑战。我们已经远离了农业时代多子多福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有人把养儿防老这一传统思维解读成养儿防老，是妨碍的妨。无论选择生育与否，我们都应该对自己和潜在的新生命负责。生育需要深思熟虑，不生育同样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有人说，不生育才是负责任，不生育也是一种善良。未来的社会发展，或许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着人口、家庭和个人幸福的关系，探索更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适应和创新可能比固守传统更为重要。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